吉尔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没有国土的海洋国家，有几十艘各自独立又可以组合在一起的船，形成一个国家的形状。现任统治者是曾经以武力征服北海的温斯莫克家族。吉尔玛王国至今仍拥有令全世界闻风丧胆的特种军队。吉尔玛的国民几乎都是男性，而且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这些士兵几乎没有情感，没有知觉，没有恐惧，英勇无畏，无惧流血和牺牲。他们每天都坚持操练，从不懈怠，以血肉之躯缔造了吉尔玛的绝对地位。这就是吉尔玛王国，为战争而生的国家。山治待在吉尔玛城堡中自己的房间里，看着外面积极操练的士兵，陷入沉思。他的身后坐着姐姐雷九，但山治明显不想与这个亲姐姐展开什么话题。雷九笑着说道：“对于13年没见的姐姐，你还真是冷淡呀。”姐姐，山治拉长了脸，一提到家人这个词，山治就会气不打一处来，恨不能立刻斩断这层关系，与这些所谓的家人老死不相往来。山治瞄了一眼墙上的挂画，一脸鄙视。谁会想和这种在墙上挂着这种恶心又没品的照片的疯子扯上什么关系啊？雷九扭头看了一眼墙上的巨幅照片，那是一个金发猛男，手持长枪，脚下踩着4个人头的超暴力照片。这张照片名为4国斩，是吉尔玛的国王曾经征讨北海的其他4个国王时留下的纪念照。吉尔玛的国王，也就是山治几个兄妹的父亲，是一个崇尚暴力和战争的人。他的梦想就是以吉尔玛之名再次征服北海。也就是这样的人造就了吉尔玛66这台战争机器。雷九颇为自豪地说：“男人就应该渴望权力和名声，你也不要总是待在一个小海贼团里吸油烟了，好好回来享受王族血统带来的舒适生活，这不香吗？”温斯莫克家族代代都是依靠武力将财富收入囊中的，只要将士兵派出去打仗，王族不用劳动就可以享受巨大的财富，待在这里就意味着有不尽的荣华富贵。举个例子来说，在山治的房间里就有10个漂亮的女佣，山治可以任意使唤他们做任何事情，这都是因为山治是王子。山治虽然十分好色，对10名女佣也根本没有抵抗力，但他依旧坚持自我，冷漠地告诉雷九：“反正我是不会结婚的。”二人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话。吉尔玛66的统帅，吉尔玛的国王，山治的父亲，也是山治一生最恨恶的男人温斯莫克加治推门走了进来：“我的儿子，你还在抱怨吗？”山治一脸厌恶：“别乱认儿子，就算我有父亲，也绝对不是你。”加治走到山治的面前，俯视山治问道：“你小子对永志做了什么？他可是很强的。”山治毫不客气地说：“只不过我比他更强而已。”山治眉头一皱：“你小子现在屌得很，来，出来跟你爹单挑。”此时在吉尔玛王国的某艘国土船上，这里是永志城。永志被山治一顿暴踢后，战斗服差点被踢报废。永志找来工程师修理，工程师拿锤子像模像样的敲了几下，发现不行，永志的脑袋整个都被山治踢变形了。工程师只能使用空气锤，这才把永志的脑袋挤回了原形。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脑袋被挤了吧？但永志却一点都感觉不到疼痛，好像被锤子挤的是别人的脑袋。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体构造是怎么一回事。永志一脸不服不忿，愤愤不平地嘀咕道：“下次见到山治，一定把他的脑袋也打歪。”山治和加治两人单挑的消息很快被城堡里的士兵们传开，大家只听说城堡中突然冒出了一个王子，据说是统帅失散多年的儿子。这个家伙打败了永志殿下，是个实力很强的人。士兵们一传十，十传百，一大群人汇聚在吉尔玛王国某艘国土船的空地上。这些从小就被训练战斗的战争机器，向来喜好战斗和暴力，强者和胜者是他们所崇拜的对象。山治和加治站在人群中间，围观士兵们都很兴奋，毕竟统帅与王子单挑，而且2人都是吉尔玛王国里的顶尖高手，这种激烈的战斗可是不多见的。加治身穿吉尔玛66特制战斗服，手持高科技长枪，而山治只是赤手空拳。话说，如果没有战斗服的属性加成，同样是赤手空拳的话，加治这个曾经称霸北海的北海扛把子，恐怕要被山治摁在地上摩擦。不过话说回来，吉尔玛靠的就是高科技战衣，但是最气人的是，加治穿着高科技战衣也差点被山治摁在地上摩擦，简直弱出天际。加治操起长枪，山治则轻松地敲了敲皮鞋。加治率先发动攻击，冲过去之后猛地刺出长枪，山治轻松躲开加治的攻击，接着双手撑地，倒立身体，一招旋风腿踢在加治的手臂上。山治跳起来接上一顿连踢，加治用长枪挡下，居然用脚踢你的亲生父亲，现在还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再说我可没承认你是我父亲，把嘴闭上吧。加治拿着长枪一顿猛刺，但是根本就刺不中山治。山治的见闻色霸气，恐怕加治这个段位的选手闻所未闻。山治躲开后，一招空中劈腿，加治用长枪再次挡了下来。
周围的士兵都看呆了。居然有人不用战斗服加成就有这等速度和力量，太牛批了！山治怒道：“反正我是不会结婚的，参加完茶话会我就回到海贼船上去。”加治很生气，说出了所有讨厌的父母都会说的一句话：“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加治很清楚，如果山治擅自跑了，大妈一定会迁怒于整个温斯莫克家族。吉尔玛66再怎么称霸北海，在四皇面前也只是个弟弟。大妈海贼团灭吉尔玛66简直是分分钟的事情。加治害怕山治逃走会连累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所以十分愤怒。难道你要舍弃自己的家人？山治一听就怒了：家人？我上辈子一定做了丧尽天良的坏事，这辈子倒了血霉，遇到了你们这种家人。与兄弟姐妹那种天生就被改造、几乎变态的身体构造相比，山治更像一个正常的人。不过，山治从小就不喜欢战斗和打打杀杀，他只对做菜感兴趣。山治常常因为不够变态而无法融入兄弟之中，经常被3个兄弟欺负。最可恨的是，父亲加治对此不闻不问，看到了也只是不屑地问一句：“我为什么要救你呢，山治？反正你将来也成为不了战士，你是我们一族的耻辱。”而姐姐雷九只会在一边嘲笑。山治从小在这种家庭中生活，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所以现在一提到家人，山治心中就怒不可遏。加治一看山治看自己的眼神都变了，怒从心中起：“既然你不服，我就打到你服为止。”加治提起长枪砍向山治，丝毫没有手下留情。山治一脚将加治的长枪挡下来，因为用了武装色霸气，加治无法伤到山治分毫。加治让手下拿来一把剑丢在山治面前，命令山治拿起剑同自己战斗。山治一脚将剑踢了回去：“你根本不配我用手，我的双手是用来做料理的，不是用来拿剑的。”周围围观的士兵一顿呐喊助威。在城堡上看热闹的雷九惊讶地说道：“没想到那个山治已经变得这么强了。”山治和加治对峙了几十秒，互相越看越不顺眼，越看火越大。加治挥动长枪，率先发动攻击，双脚的喷射器把加治送上了天空。你可知一招从天而降的枪法吗？加治双手紧握长枪，从空中冲下来，刺向山治。山治直接恶魔风脚，外加一个凌空倒挂金钩，将加治的长枪扛下来。加治一手抓住山治的腿，将山治摔在地上。没等山治爬起来，加治冲过去一招电磁碎击爆射飞踢，一脚命中山治的脸，重重地将山治踢出去。科学因战争而进步。加治很得意，摆出了一个很酷的姿势，但是被踢出去的山治连个擦伤都没有，甚至嘴巴里的烟卷都没掉。山治深吸了一口烟，回忆起那个悲惨的童年，自己的童年除了黑暗就是痛苦和委屈。那个称之为父亲的人根本没给自己留下过什么美好的回忆，山治对他除了恨就是恨。加治举起长枪冲过来，山治爬起身，一招恶魔风脚烧铁锅。加治卑鄙地唤出人墙，那些毫无情感只懂得战争和牺牲的吉尔玛66的士兵们突然横过来挡在山治面前。山治有那么几秒犹豫了一下，拿士兵的血肉之躯做挡箭牌，吉尔玛66就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方式战斗取胜。山治大呼着让士兵躲开，士兵纹丝不动。加治可顾不得那么多，直接用长枪捅穿了其中一个士兵的胸口，向山治刺过来。山治都愣了，加治真的下去手了。紧接着，山治立刻反应过来后，用恶魔风脚踢了出去，二人招式对撞在一起，电磁突刺。加治手中发力，长枪突然喷射出电磁火花，将山治击飞出去。山治整个身体被撅飞，在空中的时候，山治陷入沉思。早知道这个家族是个不要脸的家族，没想到居然这么不要脸。山治实在是无话可说，甚至连对他们动手都觉得是一种耻辱。二人干完了架，雷九等山治回到房间后替他包扎伤口，称赞山治真是牛逼。没想到当年被兄弟们天天欺负的山治，现在变得这么厉害了。山治推辞道：“哪里，都是人家家人的功劳，真是感谢你们帮助我成长。”山治坚持参加完了大妈的茶话会就撤退，为的又是卖大妈一个面子，保护自己的伙伴不受伤害。传闻中拒绝参加大妈茶会的人会招来大妈的报复。山治琢磨，那我参加完不就可以了？你这个霸道的肥女人就没有理由来找茬了吧？山治将大妈和文斯莫克家族的交易想得过于简单了。这场政治婚姻对两个家族来说都事关重大，无论是大妈海贼团还是文斯莫克家族，都不会轻易的将山治放走的。尤其是对于文斯莫克家族和加治来说，和大妈搭上关系就意味着自己能够借由大妈海贼团的力量重新制霸北海，重回多年前的巅峰时代。加治知道大妈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他可不忍心牺牲自己另外3个儿子和1个女儿去和大妈搭上关系。想来想去，既能和夏洛特家族攀上联姻关系，又不会让加治心疼的孩子，只有山治这个曾经被抛弃的第3个儿子了。加治无情地说道：“我是不会把自己的宝贝儿子送给那个疯婆子的，所以只好把你这个没用的儿子拿出来利用一下了。”
山治是加治实现理想的重要棋子。雷就趁着加治和山治说话的功夫，将一副手铐偷偷给山治铐上。这种手铐类似于天龙人戴在奴隶脖子上的项圈，不能强行拆掉，只能用钥匙才能打开。如果山治敢逃出蛋糕岛，手铐就会爆炸，不会将山治炸死，但是会将他宝贵的双手炸断。加治告诉山治，手铐只是一种防止山治逃走的手段而已，就算没有手铐，也不会让山治轻易逃走的。整个吉尔玛66都不会放过山治，这个婚山治结定了。另一边，路飞一个人在诱惑森林里迷了路，怎么跑也找不到娜美他们，真是太诡异了。娜美他们和那个冒牌货突然就不见了。路飞沿路找了很久也找不到娜美，甚至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索隆传染了路痴症。在路飞看不见的地方，沿路的植物秘密商量着把路飞干掉。看上去这个小子挺强的，植物们觉得正面刚肯定是刚不过，不如来个偷袭。毫不知情的路飞在森林中慢慢向前走，森林中的大树在后面突然袭击，路飞立刻感知到了不妙，躲到一边。这时路飞才发现森林中的花草树木土地居然都是活的，你是逃不掉的，放弃吧，等死吧。逃？王路飞笑了，对付尔等渣仔还用逃？大树发动攻击，路飞利用身体弹了回去，接着抓住一棵大树将其放倒，不耐烦地说，你们会说话了不起，分分钟揍哭你们。这些植物们不出所料的被路飞狠狠捶了一顿。暴揍他们一顿后，森林里那些装神弄鬼的植物老实了许多，不再冒出来吓唬人了。路飞在森林里继续赶路，跑着跑着遇到了奇怪大叔。猥琐大叔缠着路飞，让路飞帮忙把头上插着的长枪拔出来。路飞拗不过这个奇怪的大叔，跳到大叔的头上，将褐骑士兰道夫插进他脑袋里的长枪拔了出来。结果这个猥琐大叔更加得寸进尺，又让路飞给自己盛果汁喝。好脾气的路飞也不耐烦了，你这人怎么这么烦？我现在可没工夫管你，我还要找我的伙伴。猥琐大叔自顾自地说道。果汁瀑布就在旁边，路飞气得大骂，结果一低头看见乔巴就站在猥琐大叔的身边望着自己。路飞高兴地和乔巴打招呼，乔巴一脸痴呆地看着路飞，突然一转身溜了。路飞想也没想就追了过去。跑了一会儿，路飞相继又看到了娜美、山治、加洛特，而且不止一个，好像有一群一模一样的伙伴在森林里和路飞玩藏猫猫。路飞懵逼了，追着这些伙伴来回跑，这才是诱惑森林的可怕之处，它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之中迷茫，最终困死在这里。另一边，佩德罗和布鲁克二人乘坐鲨鱼潜水艇，沿着果汁内陆河偷偷向蛋糕岛的首都甜点之城奔去。佩德罗利用潜望镜看到了甜点之城城堡的轮廓，为了避免被守卫发现，他让布鲁克将潜水艇在隐蔽的地方停靠，二人乔装后步行混入甜点之城。街上传来号外的喊声，引起了二人的关注。佩德罗挤进人群中，拿到了一份托特兰的号外报纸，头版新闻上赫然报道着士兵脱离大马海盗团的事情。我是节目君，咱们下期见。